所有家台球的观众，大家午安！连续2天，在11月23、24，我们一直都在的是凤山体育馆。那今天11月24号，我们在下午要为大家来介绍的这场接20年的甲级男女排球联赛，要来看的是台北康体跟云林美金农的比赛。那目前在各队的战绩部分，我们来简单跟大家来做个介绍。屏东台电在前一天的赢球跟联庄一样，现在都是6胜1败，都有17分的积分。那云林美金农目前4胜3败，桃园台展3胜4败，彰化三大有线也是3胜4败。不过因为胜的局数不一样，所以说积分还是有一点点的差别。对台北康体而言，蛮可惜的啊。昨天跟上礼拜连续2次面对这个是彰化的三大有线，都是5局落败，还没有开张，目前是4分的积分。县长在今天再度跟大家邀请到的是这个于清芳于秘书长。那秘书长这个在百忙当中还是很关心气排啊，因为讲实在话，大专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啊。是的，所以说这个秘书长其实也来看一下了哈，看现在大专生我花花脸不有没有偷懒啊？有没有偷懒？这个不能看气排这样打一打，大专也要认真啊。所以说今天也跟我们的这个清芳的秘书长一起来看了。那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在我们的这个荧幕上也有一个 QR code， 这4周啊。你都可以扫这个 QR code， 啊，扫 QR code 之后，你就有机会这个解答问题啊，问问题，然后解答问题之后，你就有机会这个拿到这种商品券，商品券5000块，总共有4个名额啊。那这个5000块的商品券，讲实在话，买体育用品啊，真的是很赞啊，所以也欢迎大家真的好好来参加。好，这个跟清芳秘书长，哎呦。啦啦队今天压阵，我们肯定要认真播啊，认真播。不过基本上今天因为是2个大专队，那基本上昨天的比赛23号，两边都是些微的比数输球，而且张龙15-2比3呐，对啊，都是2比3了啊，所以说你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都有机会。那最佛系的这个吕教练就跟我讲说啊，这个咱们就不菜了哈，啊，就是要气氛再好一点啊，气氛再好一点。那对显真教练来讲也不忍苛责，就是你总觉得好像康体就欠缺这么一个，当然现在感觉上比较攻击，没有一个完全的主轴了啊，所以说讲在就差那么一点点，好像两边就必须要再把1个人呐，尤其在康体部要有1个人能够跳出来，对不对？对，其实昨天我觉得2队都很可惜哈，但是你可以看到在第5局的那个分数其实是落差比较大的哈。那当然呢，我们可以看到在选手的这个经过这个前面4局的一个努力啊，到第5局的时候呢，其实当然感受到有一点力不从心了哈。那在整个的一个选手的一个进攻突破的一个部分呢，感觉上就是说有点抓不到重点，也就是说整个的进攻上面有点慌乱了哈。那我是觉得说。大学生哈，大学生的一个状况蛮辛苦的哈。平时这个就学嘛哈，然后还要练习，然后还要应付我们的一个企业联赛。那当然，但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历练来讲的话呢，他们的成长也会更快哈。因为我觉得有的时候每一个人的成长的过程里面呢，大部分的都是从失败开始。对，而且其实你看了我们这几年的整个气排的转播，因为这个秘书长也常常来，那我们也发觉说，其实不管是排球协会还是大专体育总，也都在这个排球这个项目一直在做一些可能的思考。像今年在赛程的安排上，两边就做了一个比较更好的协调，所以说在空间的空档就等于是那个比赛会更顺利，也不会有所谓的冲场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整个的赛季的时候呢，因为我们一直跟协会来谈的哈，就是说因为企业联赛的赛季非常长。那我们大专联赛呢，大概如果说以1级的一个部分呢，大概会分成3个阶段来做进行哦。是。那我们希望就是说，把这个阶段的一个这个可以跟企业联赛的一个赛程呢一起规划进去哈，来做整个的一个排序。这样子对于选手来讲的话呢，比较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负担。是。所以说你看到今年在整个气排的这个后半段呢，尤其在整个季赛结束之后那个空档，就让大专的整个赛程排进去。对。然后那个空档也让球员有相对的休息。就是比较顺畅了，也不用一直硬要把这个比赛要延到整个4月多了啊。那基本上我觉得对选手的安排啊，跟各方面来讲都是比较顺一点。好，我们来看看在先发名单的这个安排，台北康体今天排出来的主要的整个举球，今天排出来是郭博义啊，那举队是郑胜瑞，那然后呢，在整个攻击手的部分。支援包含李源跟林胜恩，那中间手的部分包含的是廖鸿生，还有20号的林阳成，那陈佑成跟洪承佑2位自由，这是在台北康体的部分。
那在美金龙的部分来讲，林家伟举球，那然后呢举球的对角是洪荣芳，这2位主攻手包含77的温义凯，13号的何金威，何金威今天先发，中间李俊佑跟15号的许瑞恩，2位自由苏逢泽、李鹤轩。好，这是两边阵容都跟昨天稍微做一点点的调整啊。那现在当然何金威今天先发，那另外呢在这个台北康帝这边啊，今天先发的举球也做一个这个调整。郭博义啊，郭博义在昨天上来之后，几个关键球的处理跟这种吊球，其实很冷静啊，很冷静。好，来看第1分，两队这今年第3度的交手。哇，温义凯这球就很聪明啊，还是要提醒观众啊，这个看到 QR code 赶紧扫啊，扫了就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活动，就有机会把这个。运动器材的这个运动的商品券啊，5000块给抽回家啊，有4个名额，这1个月都有这样的活动啊。李俊佑，好，想要打一个抬轿，这球被救起来，后排吗？后排何金威啊，照打。还有李源，发哥想要打一个抬轿，没成。再来！哇，这球是最后想要转啊，timing 不对啊。这个一开赛的第二分呢，双方就争得你来我往。好，一开始的这几分，双方其实机会就已经很多了。那当然，我们在讲说每个礼拜适应场馆，这已经是第2天了，感觉上两边应该是会更快的适应哦。好，1比1，林胜恩，许瑞恩哈，这个他的动作就是很单纯的高举高打，而且这个出手真的快啊。其实应该说是康体在整个的一个拦网上面的判断反应的稍微慢了一点。对。那当然，瑞恩的一个高度是够的了哈，所以因为他高度够，然后对方又慢哈，所以说在这个拦网的一个状况里面呢，比较容易就是攻击上面比较容易去拿下分数中间的快攻直接抓没成，这是许瑞恩触网。这个他真的很瘦。那唯一有可能是因为昨天晚上比完赛的时候，我出去吃宵夜，他说要去吃火锅，可能吃多了一点。没有，这还是很瘦。不过这个球就触到。2比2。哇！又一个直线，然后又一个直线，打得很顺啊。他基本上他的打点拉得很高啊，所以说在对于康体来讲的话呢，没有办法来拦住他的一个高度啊。所以如果说以今天的状况来讲的话，我倒是觉得温义凯他今天的攻击上面可以予取予求啊。哇，这2个球也定位都让温义凯闪过去了哦。3比2。哇！郑胜瑞这个接球，第一时间重心没有真正下去哦。哇，真的那个球旋转的跟落地的速度比他想象还要再快一点哦。4比2。好，这球刻意的想要再放长一点，球出界。这吕教练跟我讲说，为什么戴头带？因为会流汗，流汗。很热。3比4。啊，也是反掉一个好球哦，这个动作哇，这个林家伟也是看得很仔细啊，这个球接的有点欧吧，他直接是做一个反吊小脚，好球。5比3，绕过来，好球，打一个背后的 C， 哦，林阳成的这反应速度很快哦。
实有时候真的哈，就是在排球场上就比较容易看到，就是那种你就觉得哇这么高，可是怎么能够这么瘦啊？好像怎么吃都不会胖那种感。竹竿。对。许瑞恩跟林阳成都是这种体型了哦。中间的短平快，哎呀，平行的快攻打了一个第一时间的一个技巧，可惜啊被拦回来，没人卡吧。中间的林阳成跟得很紧啊，赶上来了，5比5。好，这个跳发还是差不多7分力啊，不过可惜的也是多了一点。哎，对啊，秦芳，你像通常看你像他们这样跳发，如果是你会怎么去提醒他？因为什么跳发有的时候就觉得我这窄呀那哈。大概跳发有几个关键点啊，就是一个你的抛球嘛哈，你的高度要够嘛哈，因为它是属于助跑型的。第二个就是说你的一个这个出手点，就是击球的那个出手的位置的那个点。那第三个就是在于你的手腕。那对，像一般来讲的话呢，我们看到一般他这种跳发，我觉得我们的一个跳发状况呢，并不是特别的好哈。为什么？因为上来他只是做一个形式而已，他并没有真的关键点在最后的出手的那个手腕去第一个去加压他的压力，就是加速他的力量；第二个去改变他的一个方向。有的时候可以用手腕切的一个动作哈，打不同的一个这个变相的一个这个来球，这个攻击球啊。哎，我们真的在看那种国际比赛，那些真的是那种各国的那种190、200公分那种好手，在刀的时候，哦，那个磅数一下去，而且那个变化很多，而且球都是可以到120、130呢，对不对？对，130几。对啊。当然，我们现在知道排球其实发球是第一道的一个攻击嘛，好，那是非常重要的哈。那你可以去做一个攻击来讲的话呢，一定是尽全力哈，除非你抛球的这个跟起跳的有点失去它的一个这个我们说平衡也好哈，或者是位置不大这个正确的时候，那去做一个调整，要不然应该每一个球都是做强力的扣杀呀。好，这球救得好，这2波都救到，后排李源放短，这球还有，哇，两边都救得漂亮哦。缓一下，看看这波直接也是个反掉，郭柏毅跟林家伟卯上了，哇，这个球完全是跟林家伟刚刚的那个吊球如出一辙啊，哇，真的都在这个球还是康体的防守反击啊。不过你刚刚讲没错，其实因为发球你就等于就第一个你自己的100%掌控，对方又不能拦网，那就是第一波的强攻嘛，对不对？那肯定是要狠狠的用力啊！当然了，因为你这个这个发球来讲的话呢，当然大家的目标都希望说我能够得分嘛哈。但是发球的一个目标来讲的话，我倒是觉得说你能够去破坏就已经是非常棒。而且讲实在话，就算一般的一流的攻击手，你真的在前排的攻击、后排攻击，你要吹到130几乎不可能。可是发球可以吹到130，对不对？所以真的发球真的要好好练哈，一定要的。因为现在的一个排球里面，我们说发球跟接发球这2个哈技术是不变的定律啦。谁的发球好，赢球几率高；谁的接发球好，谁的战术组织就会更好。哦，这个是何金威的2号位的攻击，可以说也是打得相当的稳定啊。8比8，双方这几波的这个攻势，哎，康体今天的防守不错，够积极啊，而且反应也够快。8比8，双方是平分秋色。好，这就完全偏掉了，发球偏了。好，有球迷在问说张佑成怎么不见了？硕班的海报发表啊，等下他现在是研究生呐，研究生其实很多事情哦。对，研究生他这个有的时候他还是要去做一些所谓学术的发表哈，然后有一些是这个所谓的一个期刊的发表，大概这2个部分。好，所以说张佑成今天就没有在这个名单内啊。9比9。好，打一个时间差，哎呀，这个球其实掉得很漂亮、哦。对。啊，可惜了。好，看看这个球有触到吗？有触到吗？台北康体请求挑战项目为拦网速球。其实你看哦，你看我们刚刚
我们刚聊到了这个发球，你看现在你真的看国际赛那种2米多的跳跃发球，当然就抖那个神了。那这样你看他们的跳飘，也几乎都是从上直接往下压的概念，对不对？因为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像我们都说我们的不管是我们的跳扣式也好，或者是跳飘式也好，你可以看到攻击手他在这个跳跃的动作里面呢，都是轻跳而已，并不是说那种很强力的这个对，因为你没有很用力的去发力的一个过程里面哦，你的球速应该是不会太强的啦。林胜安的发球，好，这球没有转过去，来看看修正，这球李源掌握到了。哇，这球李源，你看到李源在前一天的23号的比赛打起来就是一半，就是前排一直打不顺，一直到后面才好一点。那今天看起来是状况维持的不错啊。出手相当的快，11比9。哇，发哥也是切进来啊，洪荣发。这2天其实大家都开始做一些切动跟跑动啊。其实真的就是要去做这个所谓的一个自己的特色啦，哈，因为我们时常看到的一些是国际赛啦那些的一个模式哈，我觉得那个模板不见得适合套用台湾啊，对，适用台湾。你要知道自己的球队的特性在哪里，你要发展出你的球队的特色。我讲在，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聊很多，比如说我们在国际上看到，还是说这个秘书长本身也带队啊，也出国去看，那只是当然就是希望就是说，其实还是有很多借鉴的空间了哈。对。而且讲在现在你真的要讲说全世界的运动来看的话，排球是前几位虽然说我们当然最近这个棒球在台湾打得风风火火，对，可是你如果看全球的分布来讲，排球分布更广更深的，尤其在欧美大陆，对不对？对，基本上来讲的话，我们可以说，像我们看到的哈，我们上次会做一个比较性的。以亚洲来讲的话呢，大家都是欧洲都会去称赞日本的一个这个模式哈，日本的这个成绩非常好。但是你可以看日本的一个，当然他们最近的这个所有的选手的一个高度都慢慢的就拉升起来了，对。那其实你可以看到，但是他们能够去在这个所谓的一个在国际上面能够占有一席之地，你可以看到他们自己的一个战术有他们的独特性。好，这几波其实2边打得很漂亮。你看到刚刚的整个台北康体也是在节奏上加快，可是那个真的后排短平出来还是被call死哦，所以还是要再调整哦。2边今天其实打得都很有想法。哎呀呀，温义凯的这个发球可惜了。所以说，其实你看每天的这个变化，而且这种大专队，因为他们基本上个人的条件够，所以他们一直可以不断的去很快的做修正，对不对？好，现在还是只有1分差，13比12。打一个类似时间差的攻击，好球。不过我觉得是有点进去的太早了一点。其实，在像何金辉的这种打时间差的一个动作里面呢，他跟的有点早。13比13，分数要让云林美金龙赶上来了。哇，接着有点过头，还有李源放慢，聪明，怎么这个球把力量收掉，放到一个差不多是一个4米线左右的落点。这有些球迷也在讲说，很喜欢看小温跟这个李源的那种有点那种电高踢的味道啊，电高踢的味道，对。14比13。哇，这个球打得真是漂亮啊，真是漂亮。我一直很好奇，那个青芳，你们以前打球会像他这么用力吗？还是比他更用力？
哎，其实我们你说问到这个问题，对其实打球我们都很用力，都很。摩力 cake 了哈。对。好，这就被救起来。哦，想要打高打点没过，自由球员救得不错，后排李元再补一枪，哦，马上还原颜色哦，水，哇，两边今天真的有一个这个王牌对王牌的味道啊、哦。我相信这个打过排球的人都会知道，当你腾空在空中。很用力的把一个球把它包下去，哦，那个好爽，真的很爽，超爽，真的非常爽，超爽的。尤其是当你跟举球员的一个搭配，举球员有办法把你调开，没有人拦网的时候，那更爽。没人的时候更爽。对。哎，打一个3米线可以讲好久，就跟 hole in one 那个感觉是一样的。不过我们那个年代啊，我真的坦白讲一句话，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哈，我们的教练给我们的观念，我们打这3米线我们会被骂。为什么？因为你要打到3米线的时候，那个整个仰角下去的那个角度，因为你的球点一定是低的，那个人家去用手挡就可以了。你别在惯习弄被安内，安内你就硬去用口气，对不对？对，因为你的点就是一定是低的一个状况。对。所以以前我们的弱点都是在8米、9米，就是8米多的那个地方。OK。哎，所以说讲在这就是一个观念的问题。对。好，两边今天的这个主攻手、主炮手都蛮凶狠的啊、哦。我讲在有的时候，我等下攻篮地攻上拜拜睡，可是有的时候你不能想要说，就只是想要把它往下扣。对，因为其实我们以前的一个打法了，当然跟现在比较不一样了哈。我们刚刚说都用力打，当然是每一个球都是用力打，但是以前我们整个的一个打法里面呢，我们很专注在手腕的应用。OK。好，我们来看看，哎，这个球讲实在话，林胜恩哦，聪明哦，哈，这个球直接压在对方的一个拦网手上，就直接一个台阶17比15，台北高年现在领先2分。哎呀，发出界外，这个发球还是稍微多了一点。你看你这样，你讲的那么好，就有人说我水准不够啊，要提高，要提升，对不对？我们就被秘书长给比下去啦，对不对？16与17差1分。不过我觉得球迷好可爱，球迷真的有在仔细听我们在讲什么。不，这个大概就是一个经验跟观念了哈。我想有不同的一个想法跟看法，没有绝对了。对啊，哇，这个球打一个时间差碎哦，又是一个个人的，哎呦小心，又是体育署。哇，这一天这个最多灾多难就是体育署的板子。这要轮流放一下位置，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国际上面，当然现在我们说排球本身就是一个叫强力排球了，真的。那不同的一个这个区域有不同的一个属性了哈。那当然，你像欧美的选手，他就是力量的展现嘛。那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像尤其在赛前的练习，那冰冰崩崩的，我们一看就是说，哦，这个就是给你一个下马威，就是展现他的一个武力啊。好，这个球被拦回来，再来看看温义凯大斜线，哇，这个球还是守得漂亮哦。再来，转直线啊，人出去稍微慢了一点点哦。我觉得我们要帮这个体育署这个板子保险哦，这个被打的几率太高了，太高了。这2天已经是第3次了。其实，当然我们有的时候会受场地的限制了啊。那当然我们可以看到，它这个场地现在是我们说按照它的规格是绝对是国际标准的哈。这样子一个状况。那如果说因为它场地如果够大的话，其实我们这个往后的延伸可以再拉长。哎，不过你讲到这哦，我昨天真的跟彭老师聊，彭老师在跟我讲，以前是不要高壁，现在是7米半哦，现在跟以前是不一样，场地的标准的一个设施的一个底线的一个长度了。应该是国际上面来讲的话，它是8米。它是8米，对，国际的是8米，所以其实它也一直在调整，对不对？对，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在国内的在这个建造场馆的时候，其实我坦白讲，当时建造场馆的时候，根本没有想到说不同的运动的一个都是以篮球为主啊，篮球符合就好。你讲到这，我还真的要讲，我跟你讲，台湾还有很多场馆不 C 康啊，对，对不对？根本连动都没有，你要打排球，根本连打都不能打，对不对？那当然，我们就是说，在这样子一个过程的时候呢，场馆它因为它的限制，所以我们现在要找寻一个场馆都非常的困难。是。那尤其现在很多一些好一点点的或者地点好一点的场馆都被这个篮球给包了下来哈，所以我们
确实在办理这个赛会上面有很大的问题。所以说，像我们大学的一个比赛，我们最好的朋友就是我们的会员学校，就是学校里面他愿意提供给我们的这个场地，我们都非常的感谢啊。那当然就是说，能够在这个其实凤山的体育馆啊，这个场馆相当的不错哦。你可以看到它有2面的电视墙哦，可以让这个选手可以直接就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立即性的一个转播，也相当的不错。好的，这个球是确认是台北康的挑战成功。现在在第1局，现在还是有一个2分差的领先，19比17。长线，这球8包再顶，哎呦，这2个都顶得太客气了，哇，这球亏了，哇，该拿分的没有拿下。对，啊，这球真的有点可惜啊，真的更是可惜啊。好，这一下领先到达3分，现在是云林美金龙喊暂停，17比20。带点声音啊，带点声音啊，都没声音了，太闷了。刚前面有在聊说大巨蛋什么，我都觉得其实当然就排球来讲，看看有没有机会，我们可以进到小巨蛋。我觉得先不要想大巨蛋，当然太遥远了啦。捡一个球要跑3分钟干嘛嘞？对不对？对，那个太夸张了。小巨蛋就 OK 了，小巨蛋就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对不对？当然了，我想呢都，我觉得亲翻了额头，开始在滴汗，在冒冷汗。不是，真的是冒汗哈，因为确实小巨蛋的收费太高了，不一样啊，不一样，对。其实像我们的一个这个排球来讲的话哈，我是觉得啦，我们今天平心而论啦，真的到了小巨蛋去了以后呢，那个场馆那么大，我们能不能够坐得满？真的。对，那坐不满的时候呢，那个就是说你在拍照起来，或者是整个的一个做宣传的时候，看他说，好像排球看的人很少。像我们去年的时候是在北师大天母体育馆，OK， 那个气氛很好，整个是爆满。对，那样子的一个气氛，当然感觉上就是说，这个排球的人口很多，真的，它确实热度也很好。对，其实要去找到一个适合大小的场馆刚好。有的时候也不行啊，小巨蛋做了，就后来所有人都感冒，对不对？因为空调开的人不够多，不好，这个不是一个好选项。21比18，还是3分差，郑仁瑞的发球。不过我们讲真的有一天，如果说每一个学校，因为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不管是在高中也好，或者是我们的 SBL 也好其实他们都是有一个学校会动员呀。如果有一天真的是我们参赛的学校，他都能够动员这个几百人的一个状况到场去的时候，我想他就有办法。但是我记得我们当时在做 HBL 的时候一样嘛，就是反正一个学校最起码好利果8位嘛，都把它填满，2个主要的 block 就全部都满了。对。如果真的可以填满的话，或许我们可以来做。对。但是各个学校就会开始冒汗了。真的。对了，因为尤其对了，高中的文化确实也跟大专不太一样了。自主性来讲，跟学校能够动员的那个诱因啊，跟那个能够有的条件，其实不可同日而语。我们又跟美国的大学不太一样，美国大学那个不用动员，那就是一个 business， 而且那是一个学校最夯的一个 business。是。好，现在还是维持着3分差，这球给谁啊？发哥。有哇，这个后排的大角度是一个界内。好，尽管现在台北康迪还是维持领先，可是云林美金龙也真的是紧追在后啊，没有让对方把比分给拉开，2分差，20比22。林家伟现在又换上来发球。哇，这个球虽然是抓在网子上，还是给弹了过去，又变作一个边边角角的落点啊！哇，第一局整个台北康迪的接球跟攻击各方面的表现，而且接球接得好，就中间的跑动也很多，所以得分效率是高的哦。23比20。
这一球温义凯的后排扣杀偏掉了。这边再让台北康宁拿到24-20，局点了。因为刚刚志平兄在讲这个运动人口的部分呢，我就想到一个那个去年的 NCAA 的那个女排的部分，那好可怕，好可怕，创了世界纪录。对，好可怕，那个好可怕，92003 9万多人呢，在这个所谓的一个足球场上面呢，真的。好，第一局台北康帝率先25-20拿下，我们待会看第二局。我们今年就是联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企业20甲级男女排球联赛，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eart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Got a fine little body and her mind's kinda naughty. They say that once you taste it, you cannot replace it. She could get you high, all the dopamine inside triggers fast once she's naked. Her body's a creation. They say the devil made her for his entertainment, but even he couldn't learn how to contain it. Her
high heels make a damn good statement. There is no replacement, a body by Satan. She got a bad little waist and we tearing down this place. Off the liquor that we chase, got some egos to the face. Baby, I don't need no space. Coming closer for a taste, and I'll show you how I make everything just fade away. Cause she's like sex, drugs, cocaine, body so insane. Jealous of the clothing that she wears up on her tight frame. All game, no shame, baby came here to play. I feel like an addict cause she's sex, drugs, cocain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ot 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的，我们在这个第1局的状况来看一下，攻击火力值，哇，真的是13、12差不多。可是你看到第1局台北康帝很稳定，哎，失误只送给对方4分，不过呢，相较之下，云林美金龙失误送给对方9分，这是一个最大的关键啊。第一局失误太多啊，幸好兄弟。那温义凯6分，洪荣发、何金威各2分。那另外这边李源5分，那林胜跟林央成各有3分。好，所以这还是一样啊。这个接球的稳定性、攻击的稳定性都是一个考验啊。现在来看第2局，其实我们第1局聊了很多，其实不见得都是跟球赛本身相关，可是其实还蛮有意义的啊。对啊，对。我刚刚这个青方秘书长也提到，就是说美国 NCAA 女排92000，对，天哪！我真的没有，我去过美式足球场，可是我没有在那边真正看球，我只是去那个球场8万人，是。可是你就可以那种场地打排球，对，而且你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是我第2次看到的啦，看到的这个比赛，因为曾经应该是在巴西有一年，他是跟那个早期叫苏俄，就是叫做那个苏联，对他们那个时候的一个比赛呢，曾经也是在这个所谓的一个田径场，他是在田径场，你在现场看？我没有，我是看过那个相片。OK， 这个是这个的相片是当时是有，确实是有的。当时应该我不晓得我们国内的郑方曼郑老师是不是有去看过？郑老师是，对，他那个的比赛就是在田径场上面，但是那个时候并没有统计出多少人。可是他那3、4万跑不掉。对他那个时候他是在整个在田径场上面是不是在那个就中间那个草坪上面哈，就是我们的一个这个田赛的这个静态区里面哈，它是铺设的地板，早期是用地板方式。可是是户外的。户外，完全室外的。哇！对，完全室外的。那个当时也是爆满，也是看，但只是没有统计出多少人。那去年的 NCAA 的这个的部分来讲的话，它的场馆是85000个座位，对，但是它进入到了92003人哦。是。对，那这个就是它也是属于这个美式足球场的，但是也是在户外，也是这个露天的一个模式。哎呦，这第2局上来，云林美金龙的接球还是没有调回来哦。真的讲实在话，接球接不好是最伤士气的，因为你等于就是没错，越接会越挫啊，越接会越挫，而且你越挫球就越会找你。这其实我就说一开始的时候，你的发球能不能有效的压制？你压制的话呢，其实你就很好打了。但是话说回来，你的接发球的问题是一个很重要的，因为你所有的组织进攻完全是看着接发球。好，现在还是要看。温义凯还是这球还是切直线啊，他第1局就直接拿了8分啊，3-2。空掉了，哎呀，这球没有打死，发哥想要转也没成，大斜线最后放掉，哎呀，界内呀。你可以看到林家伟原本扑出去已经可以救得到，可是他决定赌一把，赌输了。3-3。哎，这个没有包到球，廖永生的整个发球差一点。好，轮到洪荣发的发球，这球中间撇没成，
中洞也被直接挡回来，再给。还是想要硬扣，没成。好，换作是美津浓，哇，这个球还有点危险。温义凯马西帕博西，李源开网，哇，何敬辉在空中等很久哎，好球好球，挑战我们踩线，我们踩3米线。多少这条球小看有一点仔勉强哈。不过我们刚刚聊到，真的，全世界你真的要看运动的市场来讲，3种球类的这个市场人数会最多，一个是足球嘛，足球，对，一个是美式足球，对，其实另外一个是什么板球 ，breaking， 对，对，可是因为那个没有在我们这边发生啊，所以我们很难想象印度，印度那个，你知道吗？我之前在频道的时候，我们做没有踩线，我们做那种就是属于一个线上的一个这个。Plus 的一个搜讯的一个平台，他们同时在线人数，印度的同事跟我讲1000万人。对，我前2个礼拜刚好去印度出差了。真的啊？对，去那边我的电视再怎么转，就是都是板球。对。我后来去印度带回来礼物什么，就是板球的那个球杆。去哪都是那个球杆。你是拿回来要打谁？也不行，后来发现不能放车上，那个实在太明显，好大一根，好大一根。后来想还是拿回来烧柴好了。好，这球看看中间的短平快，还是给李源没打死。哇，有点短哇，这个球，对，这个球你摆明是要让红龙发难看的，真的，这个整个是飞进来的，真的。哇，这个球短太多了，5比5。好球，这球角度撇掉，李俊佑。温义凯掉开了，好球，这有一点真是埋伏到后面再来平，对，拉出来，直接拼爆发力。我是说，就是像这种有点inside out的这种的一个打法哈，就是由内往外来切哈，其实这个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这个牵制的一个作用。因为有的时候我们在比赛的过程里面，你可以看，我们都时常谈到了一个就是掩护。那掩护你都是要靠你的队友，比如说攻击手就是要靠着快攻来做掩护。那其实你自己可以去创造一些假动作。你自己的一个跑位，你可以去做一个转折啦，等等的，你吸引对方的拦网者跟着你来走，你再做最后的加速出去。尤其有男生这种比赛，男生本身如果你的爆发力够好，像这种球打起来就真的哇很好看，对，很精彩，对啊。林阳成这个球有点。这个快攻在出手的时候发现，怎么给到我左手啊？顺溜出去的，对，这个搭配的一个部分，本来想要是打一个 A 快，要配一个 A 里的出去。7比7，长线直接顶回来，后排温义凯也被拦下来。好，到目前第2局，你可以看得出来哦。其实讲在康体到目前整个的状况一直都维持住哦，反倒是在一些做球上，这几球云林美基隆做的就比较多的一些小瑕疵了哦。现在赶紧喊暂停，7比8。好，传一下就好了啊。
来了，来，加油！不过我刚刚听那个青妈这样讲，你到印度出差哦，那主要是为什么？为什么会到印度出差？因为刚好它有一个射击锦标赛，射击就是飞属的，就是我们那个国际大学的一个这个射击锦标赛。那因为我们是下一届的主办国，那我们是要去把它的那个会旗本带回来。哦，去交接就对了。对对对，射击 OK， 射击也是算是台湾的一个强项。哇，这球可惜了。8比8，所以说其实像国际的交流，我们现在可能都比较熟悉篮球、棒球啦、排球，可是其实还是有很多项目，对不对？对，很多。其实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一些运动赛会，就是说运动的选手他的成绩是不错的。李源这个球在空中等了一下下，还是选择打一个大对角，不过这球稍微偏了一点点哦。不过说我这样听起来蛮期待，所以说应该是2026，对，会在台湾举办就是世界大专的射击锦标赛，对，世界大学对 ，OK， 一个射击。哎呀，没人！哇，大家在干什么？大家这发生什么事？哦，显能教练受不了，喊暂停。其实这种球是最不应该的啦。对啊，没有接好就算了，赶紧就准备下一颗，突然间打个东西行。我最重要是我看到那个球，李源在那个地方都看了很久。哇，现在8比10。那个不要怕比，对啊，讲伊啊，我比会贵人家，然后比跟你比，这条发球，对啊，成功，对啊。目前比分来到10比8，由北京红队暂时领先2分。好，还是要把这个专注力拉回来了啊！好，马上交给林胜恩。哇，林胜恩其实在这几个礼拜，当然因为雷诺受伤的关系了啊，所以林胜恩的角色更加的吃重啊。那他的表现真的越来越好哦。9比10，郭博弈的发球。哎呦，刚好死角！哇，死角！哇，这个球是完全没有想到，刚好是压在了界内，苏逢哲跟过去了，可是最后决定放掉。当然，这个位置我们看刚刚的位置，应该是何敬威来接是比较顺的。对。不过基本上他们还是让何敬威以主要攻击为主那变成是交给这个苏逢哲来做接球。哇，这2个球都发的刚好，几乎都是同样的一个点啦，都发的够准啊。其实可以看到这个康提他现在就是郭博弈在发球的时候，因为刚好这个美金龙队的举球，他是在1号位，他要从1号位上来，所以说他有点要去干扰他的这样的一个路径。好，现在换上来林玉君，马上在前排中的一个建功，出手还是相当的快哦。何敬威的发球11比11，第2局啊。哇，这个平行的快攻。你看哦，今天其实相当不错，在台北康体，就是从比赛开始一到现在，第一个没有什么低潮，那就算有一个小状况，马上可以就再收回拉回来哦。但最重要的就是说，他这个收回来的这一个，我们说比如说一来一往的情况没什么太大，你要持续，要能够延续，你延续的才有他得分的效果
哦，好球，好球，好球！林宇君又是这个球一样啊，起跳的相当的早，那空中也稍微等了一下，哇，跳得很高啊！早上吃早餐的时候，他跟苏逢哲2个人进来播乌衣了，那个服务人看到，这家就坐我对面，他一开始不好，说来这，年轻人，也是姐妹，哇，林宇君。就是双方的一个接发球出了一些状况。对，两边的整个判断上啊，都给对手有这种直接发球得分的一个机会。哦，还是没接好，还是没接好。哎呦，结果都没人来。李源，哇，李源昨天的李源跟今天的李源是2个不同的李源啊。你可以看到哈，这个当你在走动的时候，过程拦网对方都会跟不上，像这个一个整个的一个打点，几乎是要切进来到中间的一个所谓时间差的一个状况啊。但对手他还是没有这个拦网的位置还是不对的。9分了，昨天李源是1.0，今天李源是2.0，进化版。哎呦，这个压线。哇，今天是怎么了？要挑战吗？要挑战。好，苏王哲用他的眼神跟表情，美金龙来挑战这个球的落点。打到了第2局，还是打得难分难解啊。那双方目前的整个分数落差就在这个1分2分之间。不过应该看起来蛮接近的，因为刚刚像那个球可以看到那个我们说洪龙聪他在那个地方哦。洪龙发在那个地方，他的虽然是比了一个是奥赛哈，但他没有很坚持，因为他看得很清楚那个位置，手没有比得很直啊，就有点抖抖的，真的有压到，真的有压到，对不对？所以他是比了一个就没有说在强调，所以洪龙发也没有100%看颠了哈。所以我认为说洪龙发他应该是看的，他也认为说应该是介于是界内，真的。14比13。哇，好球！这个球背得漂亮。林家伟跟李俊佑的一个搭配啊，给的位置就恰到好处啊，恰到好处。对，而且出手很快，上来就出手了。14比14。完了！哇，这个单手托球托得漂亮啊！你这一看就是像个吊开球了。对，今天到目前为止，其实你看哦，郭博弈的举球举得很灵活啊，举得相当灵活。15比14。哎，这球可惜没有把它顶高一点。不过我倒是觉得说，在温义凯的，其实他一开始的第1局的时候呢，他打得很轻松，他把点都拉高起来。但我可以看到他后来的一个状况，他想要说有点急了一点点，要用力了，要用力的时候，他点就开始下降了。他应该还是要保持一个比较轻松的一个角度来打。哇，这自己打哇，对啊，林森这球有点想太多啊，想太多，转太多了啦啊。其实这球也应该是完全是前排的快攻各方面的都已经把它都掉开了。对。可惜了，16比15。所以运动员他自己本身的稳定度一定要够哦。好，这个发球还是稍微多了一点点。对的，刚刚青马有提到一个重点啊，温义凯越想要用力，那个动作一慢，身体一僵硬，那个丢掉的搏击啊。对，他的这是一个部分呢。第二个，我是觉得说，有的时候运动员会在场上会有点患得患失的现象，对，给自己一个连续失误了以后呢，他就会想太多，就想了很多了。哦，好球！哇，这个球真的是打得很斜，很稳啊。何金威，这完全都是已经是掉开来的哈。
那其实，在康帝的执行也不够强烈。一般来讲的话，我们说如果调开了剩下单一的拦网的时候，你就拦他大面了，就是斜线为主啊。哎，刚刚这个球应该切进来就是打斜线了，就是斜线啊。所以拦网的部分来讲的话，你就是要拦他斜为主。嗯。好，林森也是一个大斜线。 两边今天其实，在整个攻击火力值当中呢，就刚刚讲失误都不会延续的太多了，都能够及时的修正啊。好，现在把张家伟给换上来。所以像这样子一个拉锯的一个比赛哈，我们的志平兄提到的说，哎，马上可以止血拉回分数，这就是一种拉锯战。但拉锯战最怕就是说你在前面都很好啊，但是末段的时候突然之间。 来了一个给你连续的失误，你说像这个吗？接他球的温一凯，温一凯突然间这个球没有跟到，我最怕就是说像温一凯他会有这种现象，其实你可以仔细观察他啊，他经过几次的失误的时候呢，他变成就是说就开始就有点自己的信心就没有那么足了哈，没有办法立即的再要回来那种的概念。 哇，刚刚张家伟这球很飘，还是找温一凯。哇，切得漂亮！哇，何金伟有时候像我刚这个，我不知道他要往哪边跑。哇，他这个切得很漂亮哦，切得很漂亮。最重要是你可以看他最后他出手的时候呢，他有选择性的哦。你看很清楚，两个人来拦的时候呢，他避开了这个拦网，往这个右侧的方向来做进攻。18比18。 所以，我们攻击手在出手的时候，一定要观察对方拦网的手啊，这才是最重要的。哇，李源，不错哦。今天台北康帝不管是李源、林胜恩，都其实维持是蛮稳定的了啊。 所以回顾到像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在谈吗？说以前我们打球的魔术，我说我们的手腕就是以前做的比较多的原因哈，就是我们就是在选择性，就是避开你拦网的这个拦网手。19比18，郭伯义的发球，还有修正放软。 哇，这个球刻意打长线，有 touch 到啊，有 touch 到，拉高，对，拉高点来打。其实讲实在，像温一凯这样本身就有条件，他真的不用打那么用力，对不对？点打准。我倒觉得说，当然他打国内的没有问题啊，哈，将来他要去打国际的一个部分呢，他当然呢，他这个一个打这个我们说的打法啊，他还要再精进一下，因为有的时候他的整个的出手太过于。 死板的一个路线，不够灵活。哇，曾仁这个球完全被洪荣发给单扣啊！所以我们刚提到的，你单人拦网我就拦你斜线嘛，但是攻击的人你没有去看他的手啊，所以有的时候排球很好玩，就是说双方都在斗智。是。好，第二局到目前一样啊。 这个时间点就怕谁这种突然间的失误稍微多一点啊，要不然现在都是一分你来我往。对，就怕到了末段来的时候，真的你就这个连续的，只要连续失分2次，你就结束了。哇，李源这球没抓到，黄文发真的还是腰力够啊，硬是甩过去就对了，力量强劲了，那拦网的手并没有去。 撑住他哈，对，你就被他弹了回来。空掉，哇，里面也是跳得很高啊。对。而且这一球很刻意的，他把他球放慢来出手哦，他等球到了左侧来的时候再出手。 刚好避开了这个洪荣发的拦网。好，现在台北康帝再把林阳成给换上来，又是难分难解的时刻，21比21。廖鸿生的发球。
哦，还是啊抓不回来啊，还是交给洪荣发。哇，李源真的跳得很高啊，真的跳得很高。看起来经过了这几年，他终于忘掉跳远跟打排球不一样的地方了。现在可以把整个力量完全做垂直的一个展现了。22比22。哇，有点欧吧？球，对，救回来。 哇，这个球其实两边在这个往上的攻防啊，当然让云林美金龙逮到了一个很好的攻击的契机，也真的把握到了关键的一分，23比22。 哎呀，中够啊！好，现在就看了，球给李源。23比23。 哎呦！哇，这个球直袭呀，直袭呀！好，双方现在都要确保自己的攻击的成功率了，现在是这个关键时刻。不过像刚洪荣发那个球应该是出界，不过看到这个曾声瑞站在那个地方用胸口来打，真的球速太快了，闪不掉了。 24比23，又来直接啊！这个球被抓一个持球吧，哇！哇，这是没得含扣的、啊。这个球确实在手掌上停留的时间稍微久了一点点，也让哇，真的是让云林美金龙在第2局25-23扳回，局数1比1。双方局数。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 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其实整个第2局的情况就等于是第1局翻过来啦，因为重点还是在失误了。第2局变作云林美金龙仅仅从头到尾3次的失误，可是呢，台北康体出现了7次的失误啊。那这个失误是讲在是最伤的哦。那整体的得分的部分，美金龙主要是洪荣发、何金威、温义凯各3分。哇，不过第2局李源跳出来了哦，对，9分。那林胜恩跟廖鸿生。可以看得出来，李源的攻击火力还是这个相当的旺盛哦。但还是要减少失误了。那现在2局打完1比1，李源个人的得分已经到达14分。那在云林美金龙部分是温义凯拿了有11分。好，第3局，还是想要用力啊，还是想要把它往下扣。他自己打到网袋，那个高度就没了啦。对。哎呦，这个球又直接接喷了。他的一个接发球的移动哦，他并没有完全是到正对的一个模式。可以看他在接发球的时候呢，还在行进间呢，所以那个球就很容易不稳定。而且其实苏防哲就在旁边，那个球其实应该可以给苏防哲去处理的。哦，这个大斜线刚刚好。1比2，林玉君。
这球应该 no in 吧？就看有没有挑战，这一般都会挑战的哈，因为几率是蛮高的啦。只要哪怕是碰到一点点，都算是一个成功的挑战。好，挑战的是拦网触球。而这一局当中台北康帝也换人了，在整个主攻的部分换上来是这另外的9号张浩博。其实你现在可以看到哈，这有冲到，有。其实现在的一个挑战哦，看到国际的一个挑战哦，就是说在这个挑战的项目，当然我们有所谓的界内界外，几乎现在我看不到。几乎啦，不是完全没有，都已经看不到那个教练他会挑战这个界内界外。因为呢，界内界外来讲的话，因为现在其实国际裁判他们看的都蛮准的，因为你都去挑战这个界内界外，有点浪费，就浪费。他们现在挑战的很多都是在这个拦网触球的最多的。好，这个球稍微做的拉出去一点点，让张浩博有转直线的空间呢。3比2，哇，有点过头的危险，救回来，再往后场送。哇，这个发哥每个球都感觉上打的这样好像很为难，可是这个球其实球进的那个角度很刁钻。有球迷问说，为什么周冠宇没打？周冠宇自己回，因为我毕业了。他虽然毕业了，还是很关心。周冠宇，你早点回就好了。大家问半天啊，不。哎呦，时间差哦，李源，好球。不，这个大专球队大致这样啦。你除非是说，比如说你有在上研究所啦，哈，要不然通常来讲，就新陈代谢还是会比较快一点。周期其实能够到6年已经算很厉害了。对。其实蛮可惜的哦，周冠宇他没有继续去念研究所，我觉得他还是有一个蛮不错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舞台3比3。好，现在记录台这边，他是在确认是比分的问题吗？好的，现在这个电子记录板这边的分数要来跟记录台这边的分数做一个确认。因为记录台那个地方它是显示的是3比2，但是在电子记录板的部分呢是3比3。没翻到吗？4比2才对。对，是4比2才对。啊，刚刚我们翻错了。对，啊，翻错边了，确认一下。所以目前是康体4比2。这个吕教练啊，其实我今天这2天看他这个造型，我都第一时间都觉得，哎，他会不会待会那音乐来就开始在地上开始翻了，对不对？就有点像那种霹舞的玩家那种感觉，有没有？街舞，他应该是那种跳起来会让你哇会惊艳的那一种。4比2。就是那种很 hip hop 的那种，好，真的。哎，翻过来，有。啊，给谁？哇，这就绕高，哇，又被李源撇一个，哇，这个就亏了。啊，默契上出现了一个小小的闪失啊。
5比2。哇，还是被扣死了，6比2。我们来看下这球怎么一回事？哇，陈柏中抓的点刚刚好。林阳成现在云林美金龙喊暂停，差4分。下来，调整一下就好了。专注哦，专注哦。前半段而已啊，还有机会啊。啊！对。哇，这波让台北康体是连拿3分啊，所以这个时间就就是举球手也要想想，那温一凯自己也要想想，对不对？要怎么去做一个突破？第一个当然我们先从接发球开始哈，不过现在我们看到康体有的时候是蛮 lucky 的哈，连触网都可以掉进来哈。那整个的扰乱他们的接发球的一个站位啊，那当然在整个举球的一个调度啦，整个攻击手的一个进攻，要在我们说哈，要再灵活一点啊。不过像刚刚的温一凯，其实他的进去是有点早了哈，我觉得那个时间点的问题。哎呦，小心！哇！这个把挑战裁判那边的都台词给砸了。这该说什么？这年轻就是本钱啊！哇，这有这个本钱，天啊，他真的他速度，他完全没有收哎。是。哇，真的是，哇，这个精神是可嘉了，可是讲的是有一点点危险啊，有点危险。所以我说，像这种球出去的时候呢，那些队友爱嘎懂，对，那些在热身区的这个选手呢，要组织不是闪开，是要把它懂。好，切一个，哎呦，球运上云林美金龙稍微差了点啊。哦，我们再看一遍。哦，刚刚这个球，张浩博一直往前面冲啊。好，这个球也是切一个大脚，张浩博。哇，真的很拼哦。7比3。哇，又没接好！哇，这局的接球差很多。这个球好球，敢打吗？哎呦，不敢打。其实那个球非常好。哎呦，不敢打就完蛋了。李源是敢打的哦。我刚刚那个球，其实红红他勾回来那个球真的是很棒，可以打的，对不对？真的是，其实网边呢，那个敢打一点的话，那个球下去是完全没有人拦网。哇，真的就让这个李源好好发挥了一下，8比3。又回来了。哦，现在整个第3局的气是完全被台北康帝给压到底啊！对，那有球迷讲说电脑短路，现在不知道有没有短路，挑战一次就知道了啊！挑战看看就知道有没有短路。对，9比3。我这样下去的话，这个康帝有可能是首胜哦，有机会哦，有机会。哦，这个守得漂亮，天哪，没有人！哎呀，这，有的时候真的是，这都是那种机会，好像火苗已经开始点燃了啊，而且已经开始要烧得旺的时候。对，这自带什么？自带灭火器还是怎么样？不过刚刚那个球的攻击真的是很漂亮，那个转手过去，不过守得更漂亮。那种难守的守起来了，可是该有的机会没把握。哇，李源现在这个整个是很稳定啊，攻击的很稳定，得分效率相当的高。10比4。好，轮到李源的发球。也是要打一个大脚，何金威这球闪太多了。
这局感觉上那个云林美这种螺丝有点松掉了，有点松动啊，有点松，而且好像不只是一个地方的螺丝松掉。好，换人，几个环节了哈，从接发开始。苏彦成这时候给换得上了，也是个大一的新秀啊。有，这球还是交给了温义凯。5比11。哇，还是找李源呢哈。哦，这球现在打起来有点轻松哎啊。对他，其实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说整个打得非常顺啊。那当然，他的一个出手，你可以看到，他这个球虽然是有被拦到的一个状况，但是还是吞了下去。所以基本上来讲的话呢，其实他的手的一个转，他手腕的一个转动里面呢，他有带动的一些这个手腕的一个力量啊，让球产生不同的旋转。两边机会再来，好，还是交给温义凯。这个球两边都有机会，那当然对台北康尼来讲没把握住，温义凯这一分直接买单，6比12。不过当时温义凯有的时候他的时间点，你仔细看他留的时间点，他会太早。挤到，哎呀，这个球前面有卡到吗？要不然这个球会出界的。对，是出界的。对，后面没能放掉哦。好，现在这一分还是让台北康体拿下，现在13比6哦，13比6。还有哦，哨音响起，谁触网？林玉君，他判的是那个洪龙发的一个越中线啊。对。好，现在是李教练要来挑战足部犯规。位越中线。今天的第2场球将会是主场高雄台电再度来接受新北中鲜的挑战。确实整个都过去了呀，规个拢过，规支拢过啊啦，规支卡拢过啊。14比6。整只脚已经飞越中线了。对。哎呀，还是不是很顺哈。这球拍起来，让你 K 了哈。对，出手的一个部分呢，有点慌乱的哈。K 了。而且不是小小的 K， 是很 K。这样的分数就整个会慢慢的越拉越开哦。真的。短球。好球，转直线。
当你在不顺的时候，对方还是打得很流畅啊。这个有的时候这种乱喷的球真的是非常难守啊。对。不过基本上你看美基龙大概他整个的重心会集中在温义凯跟洪龙发身上了。那现在洪龙发的一个比例基本上他比较高，但是所以说你康迪就要去针对洪龙发他打球的一个特性。一个切入的时间差，哇，又是一个触网哦。真的，我们刚刚提到这一局就整个你就看到，美金龙就状况很多了啊，从一开始到现在。好，现在沃斯汀要上来，要把洪文发给换下去休息了。17-8。还有！啊，3人拦网，好球，把李源这个球比较贴网的球直接给 call 死。这种修正长球3个人组合拦网是正确的一个行为哦。温义凯有，这概念上真的哈，我们在这2天都看到这种快攻，你就是一直要去跟着那个球，跟着你的这个举球手的位置去做调动。对。哇，真的，现在云林美金龙的分数刚好是台北康体的一半，18-9。张浩博，哇，林森这几个球哦。挡不住啊！挡不住啊！哇，真的是打那个大脚，又控球控得很准啊，打点拉得很高，而且又有一个空间的差距啊，防不胜防啊，19-9。这个球是中间穿越过去呀，对。好，这个球判定是界内啊，那一裁直接判定界内。那现在是台北康帝要来挑战。因为这球刚好从中间穿越过去，线审是比的是界外啊，对。但主审他认为这个球是一个界内球。苏彦成的一个扣杀，现在看到底落点有没有沾到线？这次的服务同学应该是高师大的同学，对。这一次啊，哎呦，小毛心情很轻松哦。双方在第3局的分数差稍微大一点哦。西北中先跟高雄台电下一场球啊。难道刚刚撞过去真的挑战系统？大家忘记了吗？刚刚不就有人说，就是张浩博啊。哎，没事没事，看这个，哎，啊对，哎呦，
哎呀，导播太贴心了，哎呀，对，马上调出这个画面来给你们看一下，对，撞的程度是怎么样？撞了一下，哇！有了，出现了，来，好，来看一下界内啦，这球界内啊！挑战失败。所以导播刚给这2个镜头是有意义的。第一个告诉你说他都有跟到，而且他反应很快。第二个告诉你我们家的设备是一流的，啊，没有怕这种小冲撞。对，真的完全不怕冲撞。真的。好，10比19，李俊佑。哇，好球哎！哇，其实张浩博的脚步是轻的，你看他这个球是大跨步往内切之后，还是打一个后排哎。怪不得一堆人敲碗说想要看张浩博。这我们排球的选手啊，第一个啊技术好，然后人长得又帅，是体格又好，贴给个后哈。看我们秘书长就知道，保养的真的是哈，真的是。20比10。哇，飞了进来的这个球应该是踩线。哎，可是你真的发觉，哎。沃斯汀飞很远呢，真的飞很远。对，他的机动性是很强，真的。他之前高中毕业以后是到了加拿大去，然后今年又转过来，说是重考吧。21比10。因为那时候记得他在高中联赛的时候，其实是。那个时候决赛的时候是一个很有趣的，因为整个的家乡来帮他加油，就是等于是那个玉山下的那个部落全部来了，对。我上次讲这个大武山还被检讨，对，他是来自玉山脚下的，对，他不是大武山，不一样，对。不过我觉得是非常棒啊！你看一个人打球啊，整个这个家园的这个整个的一个部落啦，各方面都全力。对，那就等于是那个家族的胜，我是觉得那个感觉很棒，真的很棒啊！而且你看我们在看这么多赛事，你说如果说有家庭的一个支持，那个选手才会好，对，才会好。其实这个的一部分在高中实际上可以看得到。高中你看了一直是高中联赛的比赛，那个整个家长后援会啊，整个发动过去。哎呦，水哦！哎呀！郭博最后那个瞬间的出手其实是尾败，可这个球配的没那么顺，所以李源也没能用力啊。对，但这个球是有点，第一个速度快啊，你看他背举的这个球，他速度出去的很快，而且可能位置也稍微偏到右侧去，是稍微开了一点了啊。13比21。哦，哎，还过哎，对，这个是个子高的一个好处，不，个子弹跳。欧英凯这个球是稍微勉强的了啊，稍微勉强。我这个出手是比较没有经过一个思考呀。刚才就打的稍微嫌生硬了点啊，生硬了点。22比13。其实那个球是可以用打点的方式呀，包球就好了，反打回来的。被拦下来，再来，还有，哇，中间的短平快，安贞熙，23比13哦，分数有10分差。哇，石俊凡就是摆明讲，他就是真的很会飞了，对，而且弹跳能力很好，弹跳能力超好。台北康体队起球替补3号下15号张家伟上。
好，来看苏彦成，啊，这球可惜，现在对台北康体而言第3局到家门口了，24比14。张家伟。 好，再来是看到张浩博的一个4号位的强攻，第3局结束25比14，现在台北康体局数2比1。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 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 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 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 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没有平凡，只有卓越。技术与力量的巅峰对决，拼搏与激情的荣耀象征。 见证心灵与体能的极限挑战。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 ，Hub Sports YouTube 频道全赛季现场 live。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好，你来看一下第3局的情况啊。那比较悬殊的还是在于攻击的稳定性跟失误的一个出现啊。云林美金龙先前面都不要看，最后这个篮失误13-2，那基本上就已经说明一切了哦。那所以我们刚刚讲说，在第3局啊，这个对。云林美金龙不是一个螺丝没上紧，是贵州海料料啊，真的是贵州海料料。一个螺丝松掉了以后，整个链就整个毁了。真的。不过呢，基本上那一局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输1局啊，还不到绝望的时候。那现在就看现在第4局的一个开局。好，那现在当然对台北康体我们也提到，其实这一阵子打5局打很多。今天我想对康体的首要任务，看能不能3-1把比赛给结束。对不对？一定有这样的霸气嘛啊！对。那当然对美金龙来讲，先讲不要失误啊。好，再来看看第4局的情况。林胜恩，这个角度碎哦！哎呦，何金威，哎呀，哇，何金威真的拼得很凶啊！哇，这次撞倒了2根的鹰眼系统。哇，鹰眼今天我招谁惹谁了？刚撞电脑还不够，现在又撞监视器啊！不过就拼了，一定要拼的啦。当然，而且撞到自己的美金龙板子也合理啦，也合理啊，也合理。好，来1-0。哇 ，timing 又不对 ，timing 不对。哎呦，哎，聪明哎！哇，这个球聪明。哇，这真的是有点抓那个时间差啊！1-1。哎，真的，我觉得大家都来凤山拆台的，我真的有这种感觉。哇，李渊啊，这个球在手上，何金威球没有带起来。对，但是何金威这个的防守，你可以看到他经常是用单手去击这个球啊。所以在整个的防守的一个状况里面呢，我就觉得说应该准备度还是要够了哈。2-1。这个跳的有点早，对，他点的。好，发哥这个就比较正常一点。我刚刚因为是温依凯自己接球啦，接来之后的那个 timing 还是跟举球手的搭配没有到那么的顺啊，没有到那么早了一点点。我觉得说他也抓准那个时间点，所以你实际上可以看到他在做那种拉杆的那种动作，上来等啊，然后再拉杆那种挣扎的一个动作，蛮多的。2-2，洪荣发的发球。好，这球想要往右边撇，被拦回来。好，现在是云林美金龙漂亮的拦网得分。我们来看看这个球发生什么事。哇，真的直接要往右边转到了，真的是温依凯的手上了。3-2。好，这个加速的发球还是出界了哦。张浩博，好，不错哦。中间真的要敢用了啊！中间这样许恩的整个中间，但这个球给许恩还是低了一点啊，可以再拉高一点点。哇！又让李元切进去，哇！这个球会出人命啊！哇，这个李元今天真的是打得很轻松哦。他个人到目前已经一枝独秀22分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他这个切动的一个状况里面呢，往往可以把这个牵制住对方的一个拦网啊，让自己有更好的出手的空间。
李源今天1个抵2个，洪荣发跟温义凯23，他1个人22。哎呦，何敬威好球，何敬威个人拿了7分。这个要还以颜色哈，切进来，打一个时间差。对。其实讲在比赛就是这样，你就是要有那种针对性，你就是要打到那种对方看到你就觉得，哎呦，又要来了，压力哦，气得牙很狠，那个牙痒痒。李源这球顶起来，看看美金龙，没办法打，没办法打。再来，还有，哇，球给李源，今天的战术就4个字，球给李源。啊，真的是防不胜防啊！哦，有犹豫，不敢放啊，不敢放。对对对。啊，过头，过头！哇，真的是过头。好，现在真的是对于你美中这个关键点，真的是要深呼吸哈，稍微缓一下，缓一下。北塞挂了，拢挂个这个拢，那个整个节奏都不对了，6比5。又没接好，又没接好，哇！再是一个想要强渡关山啊，再是被拦下来7比5哦，这样子真的要调，要不然那个自己的气会打闷掉，对不对？对啊。5比7，云林美金龙喊暂停2分差。没接发球，没接发球，没事。没接发球，我来我。不举一下，不举一下。慢接，慢接，一样啊。没事啊，没事。他球是高了，他球是有。接发球。啊！暂停结束后，比分来到7比5，由康体队。从这个吕教练的表情当中看起来，他一直在思考该怎么办。7比5，郑宪瑞的发球。好球，好球，发哥聪明哦，这个球就靠这个大脚啊。对。大介饿了啊！刚刚看到大介在吃面包。其实洪龙发他从他进入到企业联赛的一个整个的一个打法哈，他慢慢的经验是越来越熟练了。嗯。那我记得他应该是接近在大3、大4那个时候才进入到企业联赛哦，因为以前也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的。嗯。其实讲在就师大的传统之前，每一代的师大的排球队都有1、2个那种。特别强的啊，而且就是能够那种控场的啊，都能够直接控场的。其实能够，我们坦白讲啊，就是说能够进到师大去的，其实以前呢，就是排座，你的连那个报不上名的都是现役的，都是现役的，对，蛮多的。理解。不过现在选手他比较有多元的一个选择啊，也有不同的选择。哎，对，以前像我们就像你文化我辅大，根本就对不对哈？对不对？不过那个生态一直在改变啊，生态在改变。哦，守的，哎呦，差一点。哇，这个球在第一时间的一个这个防守功夫，其实当然有抓到了，只可惜。在整个这个角度上来讲，李鹤轩这就没办法哦，还是偏了一点点了。对，仰角够高一点点的话，这个球高一点点的话，搞不好就不会出去了。嗯，9比7，林胜恩。其实林胜恩这一阵子真的是打出信心之外，其实发球，你看他的发球策略，其实真的很灵活，一直在调啊。一直在调动，他手腕算是好的啦。其实这个以康体来讲的话，他
这个我看那么久，他几个左撇子哈，其实手腕都不错。是。又是来做一个时间差。其实这个的战术里面，他康帝队吃了太多的这个，真的太容易，对。不过到目前来讲的话呢，可以看到这个美津浓他并没有去做一个比较好的因应哦，因为他的攻击手往内切了以后，都被卡死了，都被中间这个快攻给卡死了。嗯，10比8。哎呦，哎呦，今天的球运真的是站在台北康体这边啊！哇，这个球又是一个翻网过去，直接得分，11比8。廖鸿生。哎呦，掉开来了，好球，好球，掉开来了。哦，不错，不错，不错。这完全几乎是把这个美津浓是调开来的。美津浓在整个拦网上面的一个判断，并没有去做得很精准哦，都时间都慢了。包括这一次的这个许瑞恩哦，这个对手已经是起跳了以后才开始跳，都太慢了。这个发球出界啊！不过现在就是整个云林美津浓没有一个比较强的一个动作，还是一股气把它凝聚起来了哈。对，还是有点散散的了。所以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你的得分呢，你说你1分我1分的，其实这个没有太大的一个效果。你要连续得分的一个状况，他才有办法，或者是说你有办法去调出一个，比如说拦到一个很扎实的拦网，或者是完全调开的一个没有人在这个做拦网的一个攻击，这个时候他士气就比较容易提升。13比10。李源，哇，又是对，哇，真的，反正每个球都要考验洪荣发就对了。哇，这球做的有够短的。对的，其实举球应该拉长，再出来一点点。还是洪荣发有跟他讲说，不要给我简单的，考验一下。不过那确实是蛮难打，你可以不好打哎，真的很难打。洪荣发每次打一个球都快要扑到地上去了。哎，没人补哎，没有人补啊！哇，虽然说在整个飞出去，陈佑成这还是慢了半拍。我刚刚其实那个林阳成他应该就是先出手了，对不对？勾起来再说。他蹲在那个地方跌垮，哎，当观众。哦，这阵子有点点稍微松了一点哦。对，好，分数追上。所以这种气的问题，你有时候你领先了很多，你又放松松的跟他玩啊，这个气只要一被扭转过去了，以后就没了。这也是我们在看大专球的常常就是那种突然间会有这个专注力跑掉的问题哦。哦，那个3龙3给他这个又开掉了，一样的，把给你接啊，先接。对，哦，慢慢来，没关系，难点嘛，比赛就这样啊，难点。对，那个这样就把它拿回来而已。OK， 来，这样再切，对，暂停结束。目前比分来到13比13，双方再成平手。好的，现在是一个13比13。许瑞恩的发球，啊，又被拦掉。现在14比13。现在可以看到，慢慢美津浓的气都上来。呀，云林美津浓超前了。
好球，做一个切动。哇，不过这几个你看，反正林生真的很好用啊。好，逗边没谁，我谁过来架边，一样是可以打啊。以他的一个条件来讲的话呢，其实打得越活，对他越有利。是。啊，中间的快攻，好球！我就像刚刚这个青帮秘书长所提到，现在有啦，现在对云林美中好像就慢慢走过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低谷啊，慢慢有点回来了啊。对啊，你可以看他整个的一个这个我们说那种气势，那气势的一个这个你的发生，就是之前要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出现嘛，所以你可以看到前面的一个拦网上面，让他们自己可以凝聚起来。哇，这个高射炮要挑战吗？要挑战拦网触球哦，这个球完全是打平的哦。运动队请求挑战项目为拦网触球。好，这个球到底有没有机会有 touch 到？这个弹道轨迹其实是一开始就是往上走啊，就是往上走。没有啊，完全没有碰到。挑战失败。好，这个挑战失败，双方的分数15比15。哎，刚好落在对角。这个打法比较像练球了，轻松扣。对，16比15，哇，黄龙发这个球扣得真准。哇，李源今天真的也是轻松打了啊！李源今天真的就是恢复了应该有的一个水准跟那个自信啊。完全没有人上来拦他。对，而且你看，很会用打长线，其实还是好用了哈。16比16。哎呦，温怡凯今天的发球是接球，真的是接球金架是。身体的重心不是真的下去哦，只有腰弯下去，屁股都在上面哦。这个鸵鸟接发球，对，这个接球就真的很，这个很没有优势，很没有优势，就落彩了。17比16。哎呦，又出现了2个。这个球也是不够长，对，这个球举的也是不够长，而且速度没有出来。其实是3个失误哎，哦，这个攻击2个失误，接球1个失误，连续3分，现在又让台北康体18比16，云林美金龙喊暂停。快点！有没有声音了？接发球。没事。赶快一点。来，一球。结果。暂停结束后，比分来到18比16，由台北康体队暂时领先2分。18比16，林胜恩发球，今天到目前拿了13分。
这球顶起来哦，有哦，修正过来，李源开网。 转直线，这球有 touch 吗？有 touch 啊，有 touch。张浩博这球有 touch 到。17比18。又切进来了，哇，真的是，真的让他切太多次了，对不对？都是同样的路线呐、啊，真的屡试不爽。真的，他这一招用了这么多次了，他还是没有防备。对，美基隆还是没有办法去完全跟上，还是跟不到哎。19比17。 好，还是交给洪荣发。真的好像每个球给洪荣发都打得有点辛苦，对不对？又空了。所以说今天怎样？今天李源是隐形，是不是？隐形人就对了。哇，今天真的李源是这样，完全看不到对方，看不到他，不存在。这拦网的人员是完全没有看举球的那个位置、啊。是。看到我都已经快要失控了，天哪！好推，哎，这球没注意。 对，完全没有。其实接球还是有点危险啊，还好这个举球手的一个反应速度够快啊。前排的林洋成，其实在前面的这个球应该要先抓下来，因为是举球在前排手举得那么高了哈，所以肯定要拨球的。 哇，郭波也不客气了啦，郭波直接来个突爆啦。他这个还刻意的2只手都举起来，举得那么高啊，来做一个隐蔽的拨球。哇，郭波今天节奏控得很好哦，节奏控得相当好，21比19。 我感觉上是这个美金龙是有点半放弃那种感觉哦。你看，像那种球是完全也没有人上来做防守。哇，又接球没接好，哇，又让洪荣发打的又是一个不是那么流畅的一个攻击。现在要来挑战什么嘞？他应该挑战界内界外，不过这个球是应该是蛮明显的嘛，蛮明显的。挑战什么嘞？ 哎，没啊。哦，这个时候要举牌了，要举牌的一个 delay 了。一时之间想，哎，我要调什么？没有东西可以调、啊。丑一。他应该2次的挑战都用完了，是吧？嗯，哎，还是没有挑战机会的。 22比19。好球，还是交给洪荣发。慢慢的，可能球稍微比较长一点。你可以看到之前的球都是往斜线来打，这次可以转直线。其实洪荣发他的一个转直线的一个球，他打得非常好。 尤其是在后排的一个部分呢，你可以看他打了非常多的直线。啊，这球没接好，李源现在又紧张喽，只差1分哦。在放松，不娘哦。对呀、这得了几分了以后呢，开始就松了一下。啊，现在是台北康体站暂停，目前是22比21。 哦，
暂停结束。暂停结束后，比分来到22-21，由康体队暂时领先。好的，暂停结束，两边1分差啊，第4局。那目前台北康体在今年前面9场球还没有开张，那现在这场球当然了，机会是不错啊，机会是不错。许瑞恩的发球21-22，又是一个，哎呦，真的是队友，真的是对手帮忙啊，这分啊，真的蛮危险的哦。对啊，这接发球还是没有接好。对，李源还是接过头了。哇，会不会直接往后场压？许瑞恩这球直接顶得太后面了。23-21。张家伟队长要上来发球了。哇，又是没做好，哇，又是没搞。哇，这分发哥硬要转直线，太勉强了，球又是没做。24-21，现在台北康体今年的首胜机会来了。现在是赛末点，不过裁判的哨音没有落下之前，还是要努力一下。张家伟没打死，球给李源，包回来，再来，林胜恩，还有。啊！魏一凯这个球被拦下来，台北康体今年的首胜终于拿到3-1，击败了云林美金龙，今年开张了。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我们今年就是连庄排球队，我们有换一些阵容，因为我们去年主力有受伤，所以有补强了一些球员。因为蛮多新的成员加入，我觉得能最快速的整合就是不断的沟通。许多来自不同地方的球员，就是我觉得他们的分享对于我们球队来说非常重要。整支球队在经历了一些5大杯赛的洗礼，每一场球赛都要多出声音，然后互相鼓舞，才可以把士气拉起来。一定是要先调整好自己的心态，不能害怕，不能觉得自己的经验比较不足，或是自己年纪比较小。我觉得反而要更敢拼一点，更敢去突破。我觉得就是慢慢的去磨合，拿出大家自己原有的实力，然后在比赛场上展现出最好的样子。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名单一出来的时候，好像大家都对这些名单蛮惊讶的。我们这一批比以往的年纪都还要再小一点点，所以我觉得我们要靠我们的体力啊，然后可能我们的气势，然后再加上我们平常整合的东西。我们都有做一些举球员跟攻击手的搭配，那在对抗性上，我们也做了很多那种团体式的一个对抗方式。这次有雅媛、泰国的2个选手整合下来的话，我觉得可能有很多习性很像，所以在沟通上面或者是表达上面，还有一些习惯上面的话，还蛮容易去做配合的。我相信就是靠每天的训练，然后有问题就提出，然后修正，我相信会有好的成果。我觉得不管是谁上场，其实就是做好自己最好的表现，拿下这场比赛。企业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
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s YT 频道，一起战到底。7月20年甲级男女排球联赛，场场激战，精彩不断，敬请锁定 HubSport YouTube 频道，一起战到底。好，我们在赛后来讲啊，就我们的显能教练，那当然今天2位这个获胜的功臣都在现场。先跟显能教练聊一下，就是其实这几场球啊，这个台北康体的内容都不错。那连续2周5局，那今天那这阵子有去怎么样子一直去鼓励这些选手，让他们能够真正把握那个最后关键的时刻。其实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是还蛮辛苦的啦，因为少了雷诺嘛，然后再来就是学校还蛮多活动的，他们要准备体表会，然后又有运动会。其实练球以外的时间真的是还蛮忙的。那平常就是，其实打每次5局输球，其实我们也都很难过啦。那我们就是也只能再回来继续再来做调整这样子。对，不过在昨天呢，因为打那个最后那个第5局就有点落差，今天发觉你在整个举球方面做一个调整，是什么样的一个考量，跟怎么样的一个思考？其实郭博义已经大3了，然后跟李源其实就是也搭配了蛮久了，所以是同学就对了。然后前阵子因为受伤了，然后还有一些状况，所以就做一些调整。那其实本来今年度的赛事也是要靠这几位举球员顶起来这样子。好，我们来看看这个，现在跟盛恩聊一下。今年啊，因为这一阵子刚好是因为雷诺受伤，所以你的角色就更重要。那在这一段过程当中，也慢慢越打越有信心。那你觉得你这一阵子你自己的一个强化跟你自己的表现，哪一个部分你自己觉得是最满意的？就是我的接发球，就是比较敢主动去找球接。接发球接得好，而且主动就会找一些机会。那你自己在发球是不是也有做一些针对性？有，就是发准，就是。那会不会想说，那就干脆就这个雷诺就不要回来？没有，会吗？会有这样感觉？没有，还是给他压力？也是希望他赶快伤好，然后大家一起奋斗这样。不过这一阵你真的是自己打得很有信心，对不对？那教练有没有给你什么鼓励？就是让我，教练应该也相信我，然后也给我很多鼓励。有相信你？那教练有相信李源吗？教练相信李源，就是以后不要再给我爆跳远。没有啦，慢慢回来了。今天又慢慢能够把那个自己在场上的那个霸气展现，对自己今天的表现有满意吗？我觉得还可以，算满意，对吧？大概给自己85分。那是不是真的跟郭博义配起来是真的有比较顺一点，是不是？就是可能也不能。对，就可能因为我们私底下都是会一起生活，对吧？所以可能在默契上面，其实就是磨3年都还行。那我看你们现在最近也跑很多，就是个人的一些移位啊，像今天有好多你往内切，每进都完全抓不到。那今天是不是在后排出手也发觉球特别大颗，空档特别多？对啊，就是觉得今天的场地特别大，然后我每个出手都特别的予取予求，这样子想打哪里就打哪里。2位今天都打得很好，李源拿了28分，那林生也拿了13分。好，那我再回到这个教练这边，其实因为每一年的上半季，你们球本身学校的活动也多了啊。那接下来你会提醒你的球员什么样是一个最大的重点？
接下来其实我觉得比赛当中还是在接发球啦。那因为今天的接发球状况算还不错，所以有很多的切第二时间的球都有很好的发挥。那再来就是我们之前打法有点太单调，拉了两边长，然后就是靠攻击手去突破。所以只要有接发球的情况之下，多做一些切动。 应该会有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真的是再度恭喜台北康铁今年终于开张了。那很多的跑道哦，那李源的状况、林森的状况呢，希望雷诺赶紧回来啊，让整个战力更加的整合，后续的表现越来越好。今天谢谢三位，也再度恭喜。我们再把时间交给在这个主播台上的青芳，谢谢三位。好，谢谢。 好，我们恭喜我们康体哈，来到了这个我们20年的企业联赛的首胜哈，那真的是不容易了哈。那当然有首胜了以后呢，就可以接续下有2胜3胜的一个机会哈。不过我们看到今天确实在康体的一个整个的进攻打法，就像教练所提到的，接发球到位了以后呢，他就有机会可以去做一些组织的一些这个攻击哈。所以呢，可以看到在整个的攻击手，包括我们看到李生恩整个的一个打法里面，他是蛮积极性蛮高的，而且这个整个的切动率蛮高的哈。那可以这个去这个欺骗了一些这个对方的一个拦网的一个形态。不过反观今天美金龙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大概是不是因为昨天打了5局，而且昨天又是最后一场的一个赛会哈，那今天又是第一场，可能在这整个体能上面的一个调配上面呢，也出现了一些状况，所以感觉上在下午的这场球赛里面呢，打法来讲的话，不是那么的一个这个所谓的一个专心的哈，而且在整个的一个技术上面来讲的话，都有一些省略的一个动作，比如说少了半步，或者是动作不是那么样子的一个完整哦，所以造成他们今天蛮多的一些失误。我想这个后续可以去做一些检讨的。呀，我有一个体会，我觉得今天那个台北康铁的战术就4个叫做看不到我，就一直跑来跑去。是。可是这也是几乎，虽然说看起来好像是有点有趣，可是。这种队形，因为你没有那么大的高度，你似乎就真的要更灵活，对不对？对不对？那其实我们以我们的一个形态啦，这个的打法，其实我个人是这样觉得啦，打法它是这个所谓的说，随着不同的年代，它会有所演变。其实看到今天康体的一个打法来讲的话，其实又恢复到早期的一个模式，因为早期的模式，所有的选手里面它很全面。以前所谓的一个这个快攻手他也会打长攻，长攻手他也会打快攻，所以不同的一个交替。那今天可以看到康体他的一个打法呢，其实已经又回复到以前的一个这个模式，让选手有一个更灵活的一个表现。好，我们也再度恭喜啊，台北康体拿下了比赛的胜利。接下来是要看的主场高雄台电要再度迎接新北中线的挑战。那我们也请大家期待啊，我们接下来有精彩的赛事。今天要再度谢谢在我身旁的于群芳于秘书长，也谢谢观众们的收看，我们就下一场精彩的球赛再见了，拜拜，拜拜。